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关于跨海婚恋的故事，这个故事真的很有意思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对有缘人是如何克服文化差异，最终走到一起的吧。林美玲今年27岁，广州城中村长大的姑娘，但别被城中村这3个字给骗了。她家里可不简单，父母靠着几栋自建房收租，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，妥妥的中产阶级。美玲本人更是不得了，颜值高不说，还是3甲医院的医生，走到哪儿都是别人眼中的香饽饽。我从来没想过会嫁到台湾，甚至从来没去过台湾。美玲经常这样跟我说，那时候觉得台湾离得远，又听说很多台湾男生追大陆女生就是玩玩而已，哪知道命运就是喜欢开玩笑。她和台湾男生陈俊杰的相遇完全是个意外。那年美玲去上海参加一个医学交流会，俊杰作为台北某医院的代表也来了，两人在会场不小心撞了一下，美玲手中的资料散了一地，俊杰立刻蹲下来帮她捡，当时真的很尴尬啊。美玲回忆道，我们俩同时去拿同一份资料，手碰到一起，抬头四目相对，那一刻好像电视剧里演的一样，时间静止了。俊杰也被美玲的气质吸引住了。交流会结束后，他鼓起勇气要了美玲的微信，从此两人开始了跨海聊天模式。刚开始我真的挺警惕的，美玲说，毕竟网上那么多台湾男生来大陆骗感情的新闻，我怕自己成为下一个受害者。再说了，文化差异那么大，真能长久吗？俊杰似乎看穿了他的担忧，每次视频都温柔体贴，从不催促，也不提过分要求。更让美玲感动的是，他对医学的热爱和专业素养。两人常常讨论病例，分享工作中的见闻。慢慢的，美玲发现自己已经沦陷了。好不容易熬到俊杰休假，他专程飞到广州见美玲。两人面对面坐着，比视频里更加心动。俊杰风趣幽默，举止得体，完全不是美玲想象中的34。台湾腔好做作，井号34。他请我吃饭时，点菜都是先问我喜欢什么，然后自己再选。美玲的眼睛亮闪闪的，不像我之前交往的男朋友，都是自己想吃什么就点什么，从来不问我。俊杰在广州待了1周，决定见美玲的父母，这下可热闹了。美玲父母一听她交了个台湾男朋友，脸立刻拉得老长。你这孩子怎么想的？美玲爸爸皱着眉头说，台湾那么远，你过去了谁照顾你？万一被欺负了怎么办？美玲妈妈更是直接，听说台湾男生很大男子主义，表面温柔，背地里很严厉的。再说了，你们那边做事太慢了，受不了台湾那种节奏。俊杰面对这些质疑，非常冷静地一一回应，甚至用广东话说了几句阿姨、叔叔，我会好好照顾美玲的。这一手方言绝活让美玲父母惊讶不已。不过，真正改变他们态度的是俊杰的真诚和尊重。他不仅带来了台湾的伴手礼，还特意了解了广州的风俗习惯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展示了自己在台北的事业和生活状况，让美玲父母看到他的真实一面。其实，台湾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落后。俊杰温和地说，我们那边生活水平很高，医疗条件也不差。美玲去了不会受委屈的。这边刚搞定美玲父母，那边俊杰家也炸开了锅。俊杰的母亲赖女士一听儿子要娶大陆姑娘，立马打来电话，阿杰啊，你是不是被骗了？现在大陆女生都很会演的，说不定就是看上我们家有钱。妈，你这想法太落后了啦。俊杰无奈地解释，美玲自己就是医生，家里条件也不差，怎么可能是为了钱？赖女士还是不放心，那她会不会只是想要台湾户口？大陆那边不是很多人想来台湾发展吗？俊杰摇摇头，妈，你还活在10年前吗？现在大陆发展的多好啊！美玲在广州的工作比我在台北还稳定呢。经过几个月的坚持不懈，两家人终于松口，同意两人交往。美玲决定利用年假去台湾见俊杰的家人，这也是她第一次踏上台湾这片土地。飞机降落在桃园机场，美玲既紧张又期待。当时我心里7上8下的。美玲说，不知道俊杰的家人会不会接受我。
台湾真实的生活是不是和电视剧里演的一样？俊杰开着车带美玲游览台北，令美玲惊讶的是，台北的城市面貌非常干净整洁，街道上几乎看不到垃圾。台北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，哇，怎么这么安静？美玲说，不像广州那么热闹，但是很有秩序感。更让美玲吃惊的是台北的物价，我以为台湾比大陆穷，结果去超市一看，价格比广州还贵。美玲笑着说，一个简单的午餐便当就要70多台币，折合人民币差不多15元，比我们医院门口的快餐还贵。俊杰解释道，其实台湾的人均 GDP 不低，生活水平很高的，只是我们更注重生活品质，不像大陆那么拼命工作，追求物质。来到俊杰家，赖女士早已准备好一桌丰盛的菜肴迎接美玲。阿姨做的菜太好吃了，美玲赞不绝口，但是分量好少哦，我一个人能吃3碗饭。赖女士听了哈哈大笑，你们大陆女生胃口都这么好啊，难怪身材这么好。晚饭过后，赖女士邀请美玲一起去厨房洗碗，我当时还挺惊讶的。美玲回忆道，在我家都是用洗碗机的，或者餐厅直接刷卡点外卖，很少自己下厨。赖女士看出了美玲的不适应，温柔地说，在台湾，我们很注重家庭生活的仪式感，一家人一起做饭、洗碗，这是增进感情的方式。美玲点点头，虽然有些不习惯，但她决定入乡随俗。我发现台湾家庭很重视这种日常的相处，不像我们那么追求效率。美玲说，开始还有点不适应，后来慢慢觉得挺温馨的。美玲在台北住了几天后，赖女士提议她尝试下厨。你会煮饭吗？赖女士问。阿杰很喜欢吃家常菜的。美玲有些尴尬，阿姨，我在广州基本上天天点外卖，很少自己做饭的。赖女士惊讶地睁大眼睛，天天点外卖，那多不健康啊！我们台湾人很少点外卖的，都是自己煮，比较安心。美玲解释道，现在大陆的外卖很方便的，一个 app 就能点，半小时送到，种类也多，价格也不贵。很多年轻人都这样。赖女士摇摇头，台湾这边不一样，我们觉得自己做的食物才最健康。你看这菜都是我早上去市场买的，新鲜的很。这种生活方式的差异让美玲有些不适应。在广州，她习惯了快节奏的生活，工作忙完就想好好休息，家务能省则省。而在台湾，生活节奏慢了许多，人们更注重家庭烹饪和手工制作的乐趣。刚开始我真的很不习惯，美玲坦言，感觉好浪费时间啊！我在医院工作那么累，回家还要做饭洗碗，哪有时间看剧追综艺？俊杰看出了美玲的烦恼，试图调和两人之间的矛盾。美玲，我知道你习惯了便利的生活，但是我妈这一代人真的很看重这些家庭仪式。她温柔地说，我们可以慢慢调整，找到适合我们的方式。美玲叹了口气，我不是不想学，只是觉得没必要那么麻烦。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为什么不利用呢？赖女士也表示理解，我知道现在年轻人生活方式不同，但是传统的东西也有它的价值。以后你们自己的家想怎么过就怎么过，但至少要会煮几道基本的菜吧。在赖女士的鼓励下，美玲开始学习做饭。第一次尝试做红烧肉，结果肉太硬；第二次做清蒸鱼，鱼却煮得过头；第3次做番茄炒蛋，总算有了进步。赖女士全程耐心指导，从不嫌弃美玲的笨拙。台湾婆婆真的很会教人，美玲说，不像网上说的那么可怕。赖妈妈教我做菜，一步一步来，从不着急。我惊讶于她的耐心和细致。美玲的台湾之行持续了2周。期间，她逐渐适应了台湾的生活节奏。离开前，她已经能独立完成几道简单的家常菜了。回到广州后，美玲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开始怀念在台北的日子。以前觉得自己做饭太麻烦，回广州第1天就点了外卖，结果吃着吃着，突然觉得没什么滋味。美玲笑着说，可能是被赖妈妈的手艺养掉了胃口。更神奇的是，美玲开始主动学习烹饪。她在网上买了菜谱，周末尝试自己做饭。刚开始还是为了讨好未来婆婆，
美玲坦言，后来发现自己做的饭越来越好吃，还能控制油盐，确实比外卖健康多了。俊杰经常视频时看到美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，惊喜不已。你变了好多啊！他说，以前你不是最讨厌下厨的吗？美玲笑着回答，可能是你们台湾的生活方式感染了我吧。我发现慢一点其实也挺好的，有时间思考，有时间感受生活。这段异地恋持续了大半年，两人轮流往返广州和台北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美玲不断适应着台湾的生活方式，而俊杰也在尝试理解大陆的快节奏文化。其实两种生活方式各有优缺点。美玲总结道，大陆的便利确实省时省力，但台湾的生活质量和仪式感也很珍贵。最好的方式是取长补短，找到平衡点。终于在交往1年后，俊杰向美玲求婚了。两人决定在台北举办婚礼，然后定居在那里。美玲辞去了广州的工作，准备在台北重新开始。刚开始，我父母非常担心，美玲说，觉得我放弃在大陆的好工作很可惜。但我跟他们解释，台湾的医疗水平很高，我可以学到很多新东西。婚礼那天，两家人欢聚一堂。赖女士拉着美玲的手，感动地说，谢谢你愿意接受我们的生活方式，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不容易。美玲摇摇头，妈，其实是我要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教我那么多，我可能还在过着外卖人生，从来不知道自己动手的乐趣。婚后，美玲和俊杰住在台北的一所公寓里，离俊杰父母家不远。美玲很快在一家台湾医院找到了工作，虽然起点比在广州时低了一些，但她很享受这里的工作氛围。台湾医院的节奏确实比大陆慢，美玲说，医生有更多时间和病人沟通，不像在大陆，每天要看几十个病人，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。工作之余，美玲开始探索台湾的生活。她惊讶地发现，台湾的便利商店遍布各处，24小时营业，能满足几乎所有日常需求。以前我以为大陆的便利店已经很方便了，来了台湾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便利。美玲笑着说，这里的全家711简直就是万能的，连水电费都能缴。台湾的夜市文化也深深吸引了美玲。在广州，夜生活主要是酒吧和 KTV， 但台湾的夜市更接地气，吃的东西特别多样。美玲说，士林夜市、饶河夜市、宁夏夜市，每个都有特色，比大陆的小吃街更有魅力。美玲还爱上了台湾的珍珠奶茶文化，虽然珍珠奶茶是台湾的，但在大陆已经变得很不一样了。她说，台湾的珍珠奶茶口感更纯正，没那么甜，茶味更浓。最让美玲惊喜的是台湾人的礼貌和秩序感，排队时没人插队，垃圾分类特别认真，公共场所都很安静。美玲感叹道，这种公民素质真的很值得大陆学习。来台湾生活3个月后，美玲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节奏。她不再天天点外卖，而是享受着下厨的乐趣。每周末，她和俊杰会一起去市场买菜，然后回家做一顿丰盛的晚餐。现在我才明白，赖妈妈为什么那么坚持自己做饭。美玲说，那种从食材选择到成品的全过程参与感，真的很有成就感。美玲还发现，她和俊杰的关系因为一起做家务而变得更加亲密，在厨房里配合默契，他切菜，我炒菜，边聊天边做饭，比一人拿着手机点外卖有意思多了。美玲笑着说，不过美玲也把大陆的一些生活方式带到了台湾，有时候确实很忙，我就会教俊杰用一些大陆的外卖 APP。美玲说，她现在也觉得挺方便的，尤其是加班时。赖女士看到儿媳妇的改变，非常欣慰。美玲比我想象的适应力强多了。她对俊杰说，现在做的菜都比你好吃了。美玲的父母也来台湾探望过一次，看到女儿过得很好，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我爸妈以前觉得台湾落后，来了之后惊讶得不得了。美玲说，他们还说台湾的空气比广州好多了，让我好好珍惜。通过亲身体验，美玲对台湾和大陆的差异有了更深的理解。其实两边都在变化。美玲说，大陆越来越重视生活品质，台湾也在接受更多现代便利，关键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。美玲总结了几点台湾和大陆的主要差异。首先是生活节奏，
大陆更快，效率至上，台湾更慢，注重过程。美玲说，这反映在方方面面，从工作到生活。其次是消费观念，大陆人更愿意花钱买时间，所以外卖、家政服务特别发达。台湾人更愿意自己动手，觉得这是生活的一部分。美玲解释道，再次是社会风气，大陆更崇尚成功，比较看重物质，台湾更注重平衡，生活质量优先。美玲说，在大陆，大家总问你赚多少钱，在台湾，大家问你生活的开心吗？最后是家庭关系。大陆家庭结构变化快，年轻人独立性强，台湾家庭观念更传统，代际关系更紧密。美玲观察到，台湾的婆媳关系处理得比大陆更和谐，可能是因为大家沟通方式更含蓄。刚开始我以为台湾比大陆穷，美玲坦言，后来才发现台湾是发达地区，生活水平一点不比广州差，只是发展模式不同。大陆是高速发展，台湾是稳健发展。今天，美玲和俊杰已经在台湾生活了1年多，他们的生活方式是2种文化的完美融合，工作日紧凑高效，周末慢节奏，大部分时间自己做饭，偶尔也点外卖犒劳自己，既注重物质生活，也重视精神享受。跨文化婚姻最大的挑战是要接受差异。美玲说，不要总想着改变对方，而是找到平衡点。俊杰对此深表赞同，我们都在相互学习，我学会了效率，美玲学会了耐心，这就是爱情的力量。美玲还发现，她因为这段婚姻而变得更加开放包容，以前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，现在明白每种方式都有价值。她说，这让我在医院工作时更能理解不同病人的需求。现在，美玲和俊杰正计划着要一个孩子，我们已经讨论过了。美玲笑着说，孩子会学习2种文化的精华，会说普通话、台湾话和广东话，是名副其实的两岸3地小公民。对于未来，美玲充满信心，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，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才是最重要的。她说，我很庆幸有这样的婆婆，让我看到了不同的生活可能性。一晃眼，美玲和俊杰在台湾已经生活了3年。当初那个天天点外卖，对下厨房一窍不通的广州姑娘，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位出色的台式家常菜大厨。她不仅掌握了卤肉饭、3杯鸡等台湾名菜的做法，还能将广东菜的精髓融入其中，创造出别具一格的台粤融合菜。美玲的手艺比我还好了，赖妈妈常常自豪地向邻居炫耀，她做的客家小炒连我爸都说比我做的香。去年，美玲和俊杰迎来了他们的爱情结晶，一个可爱的小女孩，取名陈宝岛。这个名字充满了对两岸情感的寄托，寓意着2家人的血脉相连。小宝岛的到来，更是让2家人的关系变得无比亲密。我从来没想过会这么喜欢台湾的生活。抱着女儿的美玲感慨道，现在想想当初的担忧，简直是杞人忧天。美玲的父母每年都会来台湾小住几个月，帮忙照顾外孙女，他们也渐渐爱上了台湾的生活节奏和人文环境。美玲爸爸甚至在台北附近的阳明山买了一套小别墅，打算退休后常住。我以前总觉得台湾很小，没什么发展。美玲爸爸坦言，住了才知道，这里的生活质量真的很高。空气好，人也亲切，比在广州天天堵车舒服多了。美玲的事业也有了新的发展，她凭借在大陆积累的医学经验和在台湾学到的细腻服务理念，成立了一家专门服务两岸人士的医疗咨询公司。公司业务蒸蒸日上，不仅帮助台湾患者转诊到大陆的顶尖医院，也为大陆患者提供来台就医的全程服务。我发现自己的优势恰恰是理解两边的医疗体系。美玲在一次创业分享会上说，大陆的医疗技术先进，但服务欠缺；台湾的服务周到，但设备有限，两者结合才是最好的。俊杰对妻子的事业给予了全力支持，他不仅主动承担了更多家务，还经常带着小宝岛去医院接美玲下班。3口之家的温馨画面常常让医院的同事羡慕不已。台湾男生其实很体贴的，美玲告诉新来台湾的大陆朋友，他们不像我们印象中那么大男子主义，反而很照顾家人。
美玲和俊杰的故事也感染了身边的朋友。通过他们的介绍，已经有3对两岸情侣走到了一起。美玲还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两岸生活的趣事和心得，吸引了上万粉丝关注。我想告诉大家，爱情没有地域限制。美玲在一篇文章中写道，只要彼此尊重，任何差异都能变成生活的调味剂。今年春节，两家人齐聚台北共度佳节。餐桌上既有台湾的年菜佛跳墙米糕，也有广东的盆菜辣味煲仔饭。美食的融合，正如两家人感情的交融。来，宝岛给外公拜个年。美玲抱着女儿，教她说广东话的新年祝福。小宝岛奶声奶气地说着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，逗得全家人开怀大笑。席间，俊杰举起酒杯，郑重地说：“谢谢岳父岳母当初的信任，把美玲交给我，我保证会一直对她好。也谢谢我的父母包容我们的不同，让这个家充满爱。”美玲的眼眶湿润了，她看着周围的亲人，心中充满感激。曾经的忐忑不安，如今已化作坚定的爱与依靠。其实，在哪里生活并不重要。美玲捧着热茶，轻声说道：“重要的是和谁一起生活。有爱的地方就是家。”赖妈妈拍拍美玲的手，慈爱地说：“当初我还担心你适应不了台湾的生活，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。你不但适应了，还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丰富多彩。”美玲父亲也感慨万千，世界越来越小，两岸的距离也越来越近。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在更开放包容的环境中成长，不再有我们这一代的隔阂和误解。餐后，全家人一起观看了两岸春节联欢晚会。电视里，两岸艺人同台献艺，歌舞升平。小宝岛在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的怀抱中来回撒欢，其乐融融。夜深了，美玲站在阳台上，望着台北101大楼的灯火。曾经陌生的城市，如今已是她魂牵梦绕的家。她掏出手机，发了一条朋友圈：34。3年前，我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台湾。3年后，我找到了真正的归属。感谢命运的安排，让我遇见最好的你们。34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美玲和俊杰的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，但我相信他们的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情最大的魅力在于包容与理解。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，无论是快节奏还是慢生活，真正重要的是两个人能否互相接纳，共同成长。作为一名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，我见证过太多因文化差异而分手的情侣，也见证过像美玲和俊杰这样克服重重障碍走到一起的有情人。他们的成功不在于一方完全改变自己去适应另一方，而在于双方共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。希望这个故事能给正在恋爱或婚姻中面临文化差异的你一些启示。记住，差异不是阻碍，而是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的调味品。只要心中有爱，任何困难都能迎刃而解。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转发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次再见。